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吴昕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骆金阳。 小嫂，你的伤……积雪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，现在昏迷过去了，但给了我一次再战的机会。刘杰，身上有伤别硬撑。我没事。那个风华绝代、松尽人心的吴昕，为什么会失算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 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还有刘杰。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刘杰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。 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的怎么样了。瑟瑟，看你无形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啊！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魔去邪祟。 对这药人之术同样的压制效果。不信，不信！不信！你明叫我，可真无信！看着我，看着你的心，你看着我。 看着你自己的心，名叫无心，可真无心。大道无心，大爱无言。前世因你缘起，因你缘灭，缘千里难解。回首相逢，清风明月，无怨无心，无畏无怨。道是一念世上。 一是善恶是苍生难渡，悲悯人间。大道无形，大爱无缘。刘姐，做得好。我一直都很聪明，好不好？刘姐，你没事吧？ 爸，我败了吗？雨儿，母妃，瑟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？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。 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？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吴昕命中注定就是那天神临世。 万丈光芒般的存在，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影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
诗儿，你竟然……母亲，你走了又回来，是要带着我这个兄弟吗？不是，师兄，你带雨儿走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萧雨想杀我，争抢皇位，我不在意，但是他害死了我的朋友。他今晚发动天启之乱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他甚至勾结男爵，入侵北里，又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你是要杀了雨儿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！我终于是那个被选择的人了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不过母亲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离开天启了？还有你，不要一副以为自己赢了的样子，还没结束呢。师妹，我猜你是想以这东西胁迫我和孤剑仙为你杀人吧？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了要人之书。雨儿，你大逆不道！殿下，师兄住手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在那日见到母亲之时，我便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落入你的陷阱，被制成药人？我不懂药蛊之术，所以只能让自己身陷囹圄。降妖为魔，6根清净。退！云姐，诗儿，好，真是令人感动的母子重逢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那一个家庭。你走吧，带着你这个儿子走吧，一辈子也别回天启城了。愚蠢！师妹今生若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不会过得如此痛苦。你还如此的去伤害她。师兄，文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义父，你这一生痴爱母妃，自然是会为她说话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当年师妹和叶鼎之已经逃出了天启城，他们隐居在姑苏城外，但却又被人骗回了天启。你想想，是什么让他放下了眼下的幸福，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牢笼里面？是你。我。当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说你在天启染上重疾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天启。也就此，他被困在天启，引发了魔教东征。而第二次，我本可以带他离开天启，可他又拒绝了，是因为他跟萧若锦做了交易，要保住吴昕的命，也要保住你皇族的位置。这些话不过只是托词罢了。都是托词。我曾无数次的说要来到天启，都被他拒绝了。
因为他看穿了你根本就不想放弃你皇族的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他在为你隐忍，在为你承担。你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吗？愚蠢！是你放弃了所有人。萧雨，你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，其实你得到的宠爱也很多。我母妃早逝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向往的。可你执着的，想要与我争抢的，都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师兄，尽快带雨儿走。师妹，可这个畜生，他对你下毒。娘娘，做错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萧瑟今天就是一死，也不会放萧雨离开这里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他必须去大理寺，由父皇定罪。原来我这一生是最大的笑话。殿下，老七，事到如今还是不服吗？只有自己先看不起别人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殿下。下雪了。那是七弟吗？他怎么会在那儿？七皇子今天在稷下学堂与其他皇子打架，被升上罚跪。七弟虽然调皮，但一向知分寸，为何会无缘无故的打架？因为七皇子不服气功课成绩排在六皇子后面，结果被其他皇子嘲笑。有皇子拿宣妃娘娘的事来说话，七皇子一怒之下，哎，六皇子。你就是我的六哥。有一天我会赢你的。
这回我可真的要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你就不多住几天再走？天启城如今大势已定，狮王府已被查封，那诡异夜鸦也已经伏法，月姬我也治好了。你们稍后把他送去寒水寺与绵侯重聚即可。这里没有我的事了，我当然可以走了。那你直接回天外天？我先把母亲送去木良城，待她心情平复之后，再回天外天处理一些琐事。等一切落定之后，再来找你们。萧瑟，我们去那边等你。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？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，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现在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。我想问问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，我给不出答案。教你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待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你把门一关，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，然后当下的想法，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。听起来有道理，我试试。走了。汉与君重逢。萧瑟，我们和无心还会重逢。混！参见父皇。你来了。父皇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啊，如今老七已经死了，锦轩嘛，也很快就要去守皇陵了。他是陪着姑一起长大的，算姑求你，饶他一命。儿臣不敢。刚才小神医跟姑说，姑有2个选择，一个呢，就是可以活下去，能至少保1年的寿命，但是不会再下冰榻，也可能再也没有清醒的时候了。再有呢，就是姑可以重新拥有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或许只有3个时辰。你们猜，姑是怎么选择的？大胆滑稽，怎么敢让陛下做这样的选择？哎，莫要怪他，这是姑自己做的选择。
乃强迫医者华锦所为啊！华锦救孤于危难之际，赐黄金1万两，天启药炉2房，封太医院副医正。若未传诏，可不入天启。多谢陛下。对了，青州穆家3公子穆春风救孤有功啊，赐雪松长船1架，就叫春风号吧。啊，谢陛下。孤年轻时和你父亲曾饮酒作疗啊。你父亲呢，野心很大，他能够允许你来天启，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学医啊。他想要什么呢？1架长船，恐怕是不够的吧？让你这个朋友做皇帝，够不够啊？父皇，愿意当皇帝吗？哎呀，当年呐，先皇也是这样问孤的。孤当时是这般回答的：皇帝是由天选，不由人选，想不想都没有意义，只是看那一刻有没有做好准备，负担这天下。孤的这个皇位呢，不是天选的，是那天晚上提着刀抢来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真正的天选呢。听说天斩宝剑都现身了，那么这件事物，你要不要也给众人展示一下呀？父皇，您刚才的问题我还没回答。孤还没有死，孤还是天下的帝王，孤做的任何决定不需要回答。可如果这上面的名字我不满意，我会撕了的。那天下就会大乱，你不想看见大乱，孤也不想。上面的那个名字，你满意吗？金轩，这个你保留着，不许打开，事后交由钦天监保管。是。明德23年冬，明德帝于睡梦中薨逝，享年57岁。同日，边境琅琊军兵败，连退19城。小泽，上下两军已有大批兵马到达天启城外，叶姑娘已经去迎他们了。你手持监国之力支援边境，他们不敢不从。不从又能怎么样？总不能看着北离王国。他们虽然有野心，但是也不傻。你不应该走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应该即刻登基。至于战场，我和皇叔都可以去。我应该登基？
你是天选之子，那柄剑是开国皇帝才可以使用的，他选择了你。既然二哥都说了，我是天选之子，那这北离的国门就应当我来守。萧兄这番话说得好啊，理当如此。穆兄和小神医也快离开天启了吧？我们明日便会离开。这段时间辛苦二位了。萧瑟，你真不带我们一起去吗？战场杀敌和闯荡江湖是两码事。你们就在这儿等我，我一定开去。师姐，萧瑟都跟我们念叨一晚上了，这次救济他。刘无邪，啊，你问过我，你我在雪落山庄的相遇，是偶然的，还是刻意安排的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我之间的相遇是偶然的，但我们的相遇却是必然的。驾！大剑为何今日有空，来我白王府做客呀？殿下这几日是否一直在等我？不错，我一直在等大剑。如今萧瑟在外，而另外一份龙峰卷轴就在我的手中。大剑没有看过这封卷轴。先帝说了，这一份仅做留存，不要大改。不过，萧瑟那一份我倒是看过。这皇位是谁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哦，是谁的？自然是殿下您的呀。大剑不会在骗我吧？世人都不会怀疑，父皇写下的名字应该是六弟的。可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卷轴上的名字就是您的。现在卷轴在我的手中，而天启城中也只有你一位皇子。此刻你登基，名正言顺。就算是萧瑟打了胜仗回来，他也得承认这一切名正言顺，否则就是谋逆。不过嘛，若是等萧瑟回来，他到时候手握重兵，且有军功在身，他完全可以毁了这两份卷轴，自己登基。这其中的道理，你应该想得明白的。锦轩大剑是想拉我结盟吗？可我怎么记得您是赤王的人？我是陛下的人，我当初被安排在赤王殿下身边，借着入局的机会，看清楚党争之人，并且帮陛下一一除去。哦，可我怎么觉得，自从父皇病重之后，锦轩大剑一手扶持赤王上位呢，手握免死金牌，靠着父皇的命令，却做着党争之事。不然，仅仅是监视党争，未免也走得太过入戏了吧？殿下，我们都是穷途末路的人，若是萧瑟打了胜仗回来，我们都没有退路。到时候以他的威望，他完全可以自己登基，根本就不在乎这龙峰卷轴。到时候，殿下你可就没有机会了。你错了，若是萧瑟失败了，我们才是无路可退了。国破家亡，人没了，我们还能退到哪儿去啊？大剑，看来殿下并不想跟我合作。可我有句话却是真的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何意啊？父皇驾崩之前，曾经召见我，他跟我说，若是锦轩来找，便杀了他。
师兄，一切该结束了。凉风率雨力，游子寒无衣。我们走。小无心，九龙门的人马上就来找你了。想逃的话，就快点逃吧。逃不掉的。是，你的命能逃掉，但是你的命运逃不掉。睡觉。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。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了，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这样。师傅，我们为何要走？他们分明不是您的对手。你们懂什么？那个无心练成了罗刹堂内32门秘术，可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最重要的是，明军，马上备马，我要回宫面圣。是。过来。你干嘛？站着别动。不相干的人都走了，现在谈一谈正事吧。你长大了。废话，都12年过去了，你以为还是那个5岁小童吗？5岁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多少？记得很多啊。记得那时候，我总是骑在你的肩膀上，拔你的长胡子。还记得那时候，你的一手碎空刀耍得出神入化。还记得什么呢？记得你背叛了我爹。12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忘忧大师，他说，世间凡事皆有因果，还给我讲了很多佛理。我不是和尚，也不懂这么多道理，我就是在想，你来杀我的时候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
法因缘生，因缘尽故灭。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明白吗？老和尚说，要慈悲为怀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不杀我，说明后面会有更麻烦的事情来找我。不麻烦，只是要你帮我做一场法事。做法事？我虽在大梵音寺修行，但我不是和尚。不是要你做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为我做这场法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睡着了，高人啊！师兄，师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帮我做一场法事，要请300个和尚。你是老和尚这辈子剩下唯一的朋友，让你主持这场法事，也算是报答了他这么多年的唠叨。3日之后，我来这里找你。那做完以后呢？再之后，活下来再说吧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，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，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邪门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
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一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石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。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昕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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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昕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！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洗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天地之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若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赵玉珍，你这是什么剑法？无量剑，无量劫，入此劫之人，生生世世，万劫不复。好，不愧无量之名，我也有一剑。
雪漫天，像烟花几度。日夕花尘。烟江风，一年里难渡一瞬间。好美。去。来得好，去。你先说。小仙女，你长得如此好看，为何总戴着面具遮着自己的脸呢？那你剑法如此高超，为何不敢下山一行？我师父说过，如果我下山的话，会死很多人的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这，我得问一下掌教师叔。你师叔的剑法如何？现在在我之上，不过1年之后嘛，就不好说了。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他如果不答应，我便打得他答应。哎，拦了16年，终于还是坠了凡尘。这些都是师父告诉我的。说到这里，师父他就吃醉了。之后的事情嘛，二师尊似乎还上过一次望城山，就在你师叔雷云鹤拜山不久之后。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二师尊。那我不太敢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来这雪月城也有些时日了，为何一直没见到这大城主百里东君呢？你见过呀？我见过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？你不仅见过，还喝过他亲手酿的风花雪月。是他呀！下次再见到他，一定好好谢谢他。来，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赵玉珍为什么不能下山啊？江湖上关于赵玉珍的传言很多，传说在她出生之时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望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他是神仙转世。之后便把他接回望城山，从此再没下山一步。有人说这赵玉珍不能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的一道真言，说是如果让他下山，便会引起市局动荡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望城山外30里，一直驻扎着5000铁甲军，就是怕他下山。不过还有人说，赵玉珍身上聚集着望城山当代的武运和天运，所谓真言不过是杜撰，只是怕他一去不回罢了。那以他的本事，若真想下山，是不是没人能拦得住他？10年莫说是下山，赵玉珍连自己的小院都极少迈出。我猜他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这人不来，
他可能会一直等下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出生在唐门，是唐门长老唐连月的弟子。原本以为会生在唐门，死在唐门，却忽然被送至这雪月城，拜天下闻名的九仙百里东君为师。连月师傅告诉我，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我已经等了6年了。你们唐门的人总是这样，从一出生开始，就被赋予了太多使命，所以活得一个比一个累。雪月城的事你要管，唐门的使命你又不能忘。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天活着，不过也都是为了自己活着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？话说你留在雪月城，真的是为了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，都是大事。800两，还真是大事啊！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若你真有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招兵买马，踏碎那天启城。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干什么？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呗。好。你真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等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大师兄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揍哭你？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？敢不敢比个别的？好，比什么？你是酒仙的徒弟，咱们就比喝酒。好。哎，那我去搬酒。来。望城山，长老正在讨论是否要把你逐出雷家。随便他们，我要练剑，成为剑仙。我知道轰哥你性子倔，也不打算劝你，可你要告诉我，为何习剑？因为在望城山上，我见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剑气。姑娘，刚才那一剑是你？是又怎样？啊，不怎么样。不是不怎么样。你不是。姑娘，我叫雷轰。那一剑之美，望城山。来者何人？胆敢闯上我们望城山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赵玉珍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找死！惊雷指，给我破！我兄弟见了你的剑，说世上武学最美的乃是剑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
是谁？我还想问你是谁呢。我可以说我的名字，但你敢听吗？师傅正在闭关，这几日不让人打扰。你若要拜访，再等2日吧。2日之后，你上山来，我不拦你。你是李寒一的弟子，他居然也开始收徒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雷无节。好了，快把路让开，我急着去见李寒一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我前面说了，我师傅正在闭关，我虽然没用，但也不能这样就让你过去。荒谬！你能拦住我？雷门火灼术，隔空无双拳，来得好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夜闯雪月城？认识这把剑吗？断剑。这柄剑的剑首是被李寒一所斩断的，但这把剑的名字叫断水。一剑断水，千江绝流。你是无双城城主宋彦回。无双城要大举进攻雪月城了！哎，瞎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我是来找你师父试剑，没工夫跟你闲扯，快把路让开！宋城主若是执意要过去，请出剑。让我出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放手！我说了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就不能过去。听雨。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拔剑的理由。吴昕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肖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肖老板心中所烦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。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吴昕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？算上来的那一日，已是第4日了。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？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。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，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，所以才显得很特殊。这雪月城
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，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，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。身处凡尘，谁能真正的避世呢？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，可是一枪扫荡了半个天启。唉，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。白王，您是想问我，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，支持萧瑟？不敢妄言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，我所支持的，始终都是琅琊王。怎么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？是，但我就是说了，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因为这就是事实，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回答你。是，只是本王没有想到，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。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，但我所说的支持，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，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。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，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，我也是支持的。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，真的是一绝呀。本王明白了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
就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。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裕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妄提。哼，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哈哈哈哈！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，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，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不，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之心。不算相见。你想见我的心？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？
无心。进来吧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位是明侯，你们的确曾见过。可他现在看起来，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。这是药人。我遇到他和越姬的时候，两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虽然没死，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。万事皆有代价，他想救回自己和越姬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唉，只可惜那门武功，我已然用不出了，没办法再帮你一次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呀？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。看似是个诗酒王爷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就有你的安排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，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，以我为傀儡，在背后操控。最后天外天，甚至于整个域外，都会成为你的势力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希望与你结盟。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但我的母亲姓易。那时我太小，却也只记得他姓易，忘记他的名字了。易文君。好陌生的名字，于你，于我，甚至于他自己，都很陌生了吧？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。所以，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，我已经出生了。我是你哥哥，比你还大上2岁。唉。韩一。
阴谋。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界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父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落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
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了，你又当如何？不留遗憾！不要！果然是心魔幻阵。可惜了，以惊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当你以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可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见解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想去一个地方。不知这位小友？不想。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说的是这个小憨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敬周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印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印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，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2人，1人1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！看好了。果然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，少林寺的入门拳法。嵩山脚下花20文钱就能买到1本秘籍，我家店小二都会接受。啊！刚刚那套大罗汉拳，只是前1半，后1半是伏魔拳，2者加起来，才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后1半比较难，我手把手教你。
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也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。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，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二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，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。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于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
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，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连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五大剑里的第二高手掌香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那里去了。沈敬周也去了，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逃犯不少，现在也向于氏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那我吃亏了。哼。所以呢？什么？我们虽是兄弟，但却同母异父。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。说到底，当年我父亲率领魔教东征，众人皆认为是他称霸天下的野心。可点燃他野心的，分明是抢走我母亲的明德鼎。你的父皇害死了我阿爹，抢走了我的母亲，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？如今父皇年迈，隐已有立储之意。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，可琅琊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废掉了影宗。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，母妃又因为那一件往事而受尽白眼。江湖之上，无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。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弱。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，爱他爱得要死，叫洛清扬。后来他成为了五大剑仙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。木良城城主孤剑仙，现在是你的义父。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。怎么又成我们了？你这个哥哥，话里话外都狡猾得很呢。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。这么多年来，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，所有人都仇视母妃，也看不起我。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，让这些人后悔。用亲情感动我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。但是，争夺天下什么的，似乎也挺有趣的。我不能当皇帝，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会死吧？我的亲人不多了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好好的活着。好，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需要你帮我。我才刚答应帮你，你就给我安排任务，是不是也太心急了？的确很急，因为白王萧崇已经动手了，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。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那个人，莫非也姓萧？是。萧瑟。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，反正没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之间情谊很深。是。他是我的朋友，
我的朋友很少，他算一个。但是你放心，你的请求我会答应，只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我会保证，白王萧崇得不到他，但你也得不到。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还有，这一路上，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。你随我走吧。你要带他走？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，看他变成如今这样，着实可惜。不妨，你把他交给我。那你带他走吧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去天启城找你。记住，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他走了。一刻都没有停留，或许是有别的事情赶着去做了。走了就好。你派司空姑娘来，是料到他有这么一出。有些事情的解决必定是要流些血的，我不宜出现，所以便让千洛去代劳了。萧瑟，我听千洛说你受伤了。小伤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哎，唐莲啊，唐老太爷说他突然想到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治疗叶姑娘的病。我看这几天你抽空带叶姑娘去一趟唐门。是。哎，大师兄也要走啊？难道你也要走？哎，这雷家堡英雄宴就要开始了，而且呢，按照我跟我姐的约定，她必须要跟我去见一次我师父。我倒是忘了，今年的英雄宴在雷门。那大师兄可要去凑凑热闹。此次回唐门，我若是无事，应当会随老太爷一同前往。那感情好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英雄宴啊，据说还有比武夺魁。你要去参加？我定当夺得头筹啊！你大师兄曾经是三魁者，可别丢了你大师兄的颜面呢。哇，那萧瑟呢？萧瑟你要去吗？反正打擂台这事儿，你可比我熟啊。滚！他可去不了，雪月城的账本都快堆积如山了。我去。你要去？我倒想看看啊，这傻子怎么出丑。那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我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们无双城待客的礼数呢？殿下都已经到了，无双城城主却还未出现，难不成要我们等他吗？我不是已经坐这儿了吗？什么？你个小豆丁是无双城城主？怎么了，臧明？回禀殿下，宋彦回并不在这儿，只有个小孩坐在那儿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散了！在下无双城新城主无双。臧明。阁下便是林先生所说的萧公子。幸会，萧崇。好你个萧瑟，难怪找不到你，原来躲在这上面偷懒啊！我刚算完账，就出来喝口酒，你就来了。银月枪练得怎么样了？我练到第4重了，怎么，比试比试？算了吧，明天再说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把我惹急了。把我惹急了，我抽出无极棍把你打地上。这话我听到耳朵都起茧了，有本事打呀！幼稚，财迷。你去过天启吗？帝都天启？没去过。
比起我们雪月城如何？没有雪月城漂亮，但是很大，大概有7、8个雪月城这么大。五湖四海的人齐聚，每天都很有趣。每年年中和年尾都会有一次大集市，集市上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我曾经见过一块水晶，纯天然的，大概有一个酒缸这么大。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千金台，我曾经在那儿赢下过一座城池。有机会带我去天齐好不好？好。去吧，你在苍山待的时间也太久了。那你呢？百里一去未归，我又要走了。我是雪月城的城主，这整个雪月城就是我的江湖。你那徒弟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有了好转，但还是经不起半点折腾。他偏偏要跟你们一起去雷家堡。他去雷家堡做什么？他说他要亲眼看见雷无节夺魁。哼，荒唐的理由。更荒唐的是，我居然答应他。韩一，你很久没有出雪月城了，你就不想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？不去。哎，别回答的那么决绝啊！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就把百里大师兄给请回来，我们替你做主，就上那望城山。嗯，不必了，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你看你，哎，罢了罢了。千罗姑娘不容易啊，凭着一杆枪，整整为你坚持了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？可我感觉在里面才过去了半炷香。其中玄妙我也未知，只是殿下，这道门一旦关上，就再也打不开了。你此次举荐未成，与洛清扬一战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此剑注定不归我，他所认为的束缚，却是陪伴我一路走到今日的事物。这与我的道相差甚远，此剑不要也罢。况且我并不认为靠着这样的道能打败洛清扬。
既然打不过，殿下也可以退。退？我能退，天启不能退。我曾退过一次，后悔至今。所以这次我绝不退。不仅不退，还要比我那些朋友们先行一步。哎，师傅，雷无杰不是说今日要来问剑吗？怎么到了现在他还没来？他是在修养剑心，沉浸的时间越长，最后出的那一剑也就越强。所以现在对他来说，连一刻喘息的时间都极为珍贵。哼，拖延并没有用，3日之期一到，义父也会主动去找萧楚河。更何况，萧楚河也从来不是一个会选择退的人。有人来了。天启、萧瑟前来问剑。列国剑法，萧瑟带着9把剑来，竟是为了用列国剑。萧瑟选的剑都是1等1的好剑，只不过这9柄，谢先生觉得还够用吗？那得看这个列国剑到了哪一层境界。来的居然是你！你的那位拿新剑的朋友呢？新剑一瞬，应该留给最纯粹的比试，他无需来。我与你一战。列国剑法破风境，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，荣幸之至。去往之何处，空将一剑血。天时对兮，威灵怒；炎杀尽兮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啊，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砸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
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。你还不让我骂？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，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我赢了吧？你很好。这么多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。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